金銀島，羅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。第24章，小船的航行。我醒來時天已經亮了，發現自己正在金銀島西南端的海面上飄蕩。太陽已經升起，但仍被望遠鏡山的巨大山體遮擋着。那座山在這邊一直延伸到海邊，形成險峻的懸崖峭壁。柏林角和桅杆山離我很近，那山光禿禿的，呈暗黑色，海角則被40-50英尺高的懸崖環繞，邊緣散落着許多巨大的落石。我離岸邊大約只有1/4英里，第一個念頭就是划船上岸。但我很快就打消了這個念頭，在那些落石之間，海浪洶湧，發出巨大的轟鳴聲，將大團大團的泡沫拋向空中，一浪接着一浪，永不停歇。我明白，如果我冒險靠近，要麼會被無情地拍死在陡峭的岩壁上，要麼會為了爬上那些突出的岩石而白白耗盡力氣。不僅如此，我還看見一些巨大的黏糊糊的怪物成群地在平坦的岩石上爬行，或者發出巨響掉進海裡。那是一種體型驚人的蛞蝓狀生物，總共有20-30隻，它們的吼叫聲在岩石間回盪。後來我知道那是海獅，它們其實是完全無害的，但是它們的樣子，加上海岸的險峻和海浪的威力，足以讓我望而卻步，厭惡地打消了在那裡登陸的念頭。我寧願在海上餓死，也不願面對那樣的危險。於是，我想到了一個更好的機會。柏林角的北面，海岸線綿延很長一段，退潮時會留下一片長長的黃色沙灘。同樣，在這片沙灘的北面，還有另一個海角，地圖上標為森林角。那裡長滿了高大的松樹，一直延伸到海邊。我想起長約翰·希爾弗曾說過，有一股海流沿着金銀島的整個西海岸向北流動。從我所處的位置來看，我已經受到了這股海流的影響，因此我寧願放棄柏林角，保存體力，嘗試在看起來更友好的森林角登陸。海面呈現出巨大而平緩的波浪起伏，由於風從南方持續而輕柔地吹來，它和那股海流之間沒有任何阻礙，所以海浪只是起伏，並不破碎。如果不是這樣，我早就沒命了。但實際情況是，我的小而脆弱的船只航行起來，竟是出奇地輕鬆和安全，這真令人驚訝。我常常躺在船底，只露出一隻眼睛在船舷邊，看見一個藍色的浪峰威脅般地向我逼近。然而，小圓舟只是輕輕地彈跳一下，像裝了彈簧似的跳躍着，然後像鳥兒一樣輕盈地滑向另一邊。過了一會兒，我膽子大了起來，於是坐起身來，想試試划槳的效果。但是，即使是最輕微的重量分布變化，也會讓小圓舟的動態發生劇烈改變。我剛一動，小船立刻就失去了平穩的搖擺，迅速滑下一個陡峭的讓我頭暈的水坡，船頭在一陣飛濺的浪花中扎進了下一個浪的側面。我渾身濕透，嚇得不輕，立刻恢復了原來的姿勢。小圓舟似乎也隨之恢復了平衡，像先前一樣平穩地載着我在波浪中穿行。很明顯，不能強迫它，而且既然我根本無法控制它的航向，又怎麼指望能到達陸地呢？我開始感到非常害怕，但儘管如此，我還是保持着冷靜。首先，我小心翼翼地移動着，用我的水手帽把水舀出去。然後，我再次把眼睛湊到船舷邊，開始研究為什麼小船能在波浪中如此平穩地滑行。我發現，每一個浪，並非像從陸地或船甲板上看到的那樣是一座巨大而平滑的山，而是更像陸地上的山脈，有許多山峰、平地和山谷。小圓舟任其自然漂流時，會自己轉來轉去，可以說是在浪的最低洼處穿行，
避開了陡峭的斜坡和高聳的浪峰。好吧，我想，很明顯，我必須待在原地，保持不動，不能打破平衡。但同樣明顯的是，我可以把槳伸到船舷外，時不時的，在到達某個平緩水面時，用力向岸邊劃幾下。說做就做，我依然用胳膊肘撐着身體躺着，姿勢非常不舒服，時不時地輕輕劃一下槳，把船頭轉向岸邊。這是一項既累人又緩慢的任務，然而，我開始明顯地向岸邊靠近了。隨着我越來越接近森林角，雖然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在那裡登陸，但我發現我已經向東漂移了大約100碼。說實話，我已經很近了。我可以看到樹梢，青翠欲滴，在微風中搖曳。我確信自己一定能到達下一個海角。也該是時候了，因為我開始感到口渴難耐。頭頂驕陽似火，陽光在海浪上反射出萬千光芒。海水濺到我身上又乾掉，留下一層鹽霜，連嘴唇上都是。這一切都讓我的喉嚨像火燒一樣，腦袋也痛了起來。看到那些近在咫尺的樹木，幾乎讓我渴望的發瘋。但是海流很快就把我帶過了那個海角。當下一片海域在我面前展開時，我看到了一個景象，徹底改變了我的思緒。就在我正前方，大約半英里遠的地方，我看見伊斯帕尼奧拉號正揚帆航行。當然，我毫不懷疑他們會抓住我，但我因為缺水而難受至極，以至於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該高興還是該難過。而且，在我得出結論之前，驚訝已經完全佔據了我的頭腦，所以我只能目不轉睛地盯着，驚嘆不已。伊斯帕尼奧拉號揚着主帆和兩面三角帆，美麗的白色帆布在陽光下像雪或銀子一樣閃閃發光。我第一次看見它的時候，它所有的帆都吃滿了風。它正向西北方向航行，我猜船上的人是想繞島回到锚地去。不久，它開始越來越偏向西方，所以我以為他們發現了我，準備追捕我。然而，最後，它再次轉向，船頭直指逆風方向，突然停了下來，無助地漂浮着，帆在不停地抖動。這幫笨蛋，我說，他們一定還醉得一塌糊塗。我想象着斯莫利特船長會怎麼收拾他們。與此同時，帆船轉了個方向，再次吃滿了風，快速航行了1-2分鐘，然後又因為迎風而停滯不前。這種情況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着，就這樣來回，上下左右，向北，向南，向東，向西。伊斯帕尼奧拉號在水上跌跌撞撞地航行，每一次嘗試都以同樣的方式結束，帆都鬆垮垮地垂了下來。我清楚地意識到，沒有人掌舵。如果是這樣，船員們在哪裡？要麼他們喝醉了，要麼他們已經棄船了。於是我想到，如果我能設法登上船，也許就能把帆船交還給船長。海流以同樣的速度把小圓舟和帆船推向南方。至於後者的航行方式是如此狂野和斷斷續續，簡直就像被重重鐐銬束縛着一樣，幾乎沒有前進多少，甚至可以說，它可能還在後退。如果我敢站起來開始划槳，我肯定能追上它。這個計劃帶有一種冒險的意味，激勵了我，而船頭梯旁那個水箱的記憶，更增添了我本已增長的勇氣。我站了起來，幾乎立刻又被一陣浪花迎面撲來，但這次我堅持住了，於是使出我所有的力氣和小心，開始向着那艘飄忽不定的伊斯帕尼奧拉號划去。有一次，船裡進了太多的水，我不得不停下來舀水，心砰砰直跳。但漸漸地，我重新找到了航向，繼續駕馭着小圓舟在波浪中穿行。只是時不時地船頭會猛地一沉，臉上被浪花拍打一下。我很快就追上了帆船，
我已經能分辨出舵柄上黃銅的光澤，它正漫無目的地左右搖擺，甲板上仍然空無一人。我別無選擇，只能認為這艘船是空的。如果不是這樣，船員們一定都醉倒在下面，那樣我也許就能把他們鎖起來，然後隨心所欲地處置這艘船了。有一段時間，帆船一直在做對我最不利的事情，保持靜止。它的船頭幾乎筆直地指向南方，當然，它仍然在不斷地偏航。每次偏航時，帆都會部分鼓起，在幾秒鐘內又把它重新推向順風位置。我說這對我是最糟糕的，因為雖然它在這種位置上顯得很無助，帆布發出像炮擊一樣的巨響，滑車在甲板上滾動碰撞，但帆船實際上仍在遠離我。不僅因為海流的速度，還因為它從風中獲得的推力，這股推力自然不小。但最後機會來了，微風停了幾秒鐘，海流使伊斯帕尼奧拉號緩緩地、慢慢地轉動船身，把船尾對着我，船尾的窗戶仍然敞開着，我能看到，即使是白天，燈也還亮着，主帆鬆垮地垂着，像一面旗幟。如果不是因為海流，這艘船本會完全靜止不動。在之前的幾秒鐘裡，我已經落後了，但是現在，我加倍努力，再次開始追趕上去。我離帆船大約只有100碼遠的時候，風突然又颳了起來，帆鼓了起來，船向左舷偏轉，重新開始航行，像燕子一樣上下起伏。我的第一個念頭是絕望，但第二個念頭卻是欣喜。帆船轉向，直到它的側面對着我，它再次轉向，直到它駛過了我們之間一半的距離，然後是2/3，最後是3/4。我可以看到白色的浪花在它的船首下方翻滾。然後，就這樣突然之間，我明白了，我幾乎沒有時間思考，更沒有時間採取行動保護自己。我正處在一個浪峰上，而帆船則在下一個浪頭上，斜桅正懸在我的頭頂。我縱身一躍，這一跳把小圓舟弄沉了。我一隻手抓住了船首斜桅，同時我的腳卡在了支索和繫索之間，我仍然緊緊抓在那裡，喘着粗氣。這時一聲沉悶的撞擊聲告訴我，帆船撞上了小圓舟，而我發現自己已經登上了伊斯帕尼奧拉號，再也沒有退路了。